白海豚正式进入湖北，湖北将猛降10摄氏度，大暴雨、特大暴雨、11级雷暴大风强势爆发。湖北气象8月11日消息，预计今日台风环流本体开始影响本省中西部、西北部、襄阳、随州、宜昌北部、金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12日风雨减弱，襄阳和宜昌局地仍有大雨到暴雨，请注意规避防范。湖北的朋友注意了，台风来了，而且是奔着你来的，不是沿海，不是浙江，不是上海，是湖北，是内陆，是一个离海岸线足足1000多公里的地方。很多人觉得台风跟湖北没关系，毕竟湖北又不靠海。但就在此刻，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正在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朝着湖北方向移动。气象局已经拉响了暴雨预警，鄂东部分地区将出现6至8级阵风，在武汉城区、街道、户外区域都能感受到明显大风。台风白海豚逼近，宜昌已进入战时状态，全市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今明2天停课，三峡大坝、三峡人家、新疆画廊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坝一峡等游船产品同步停航。有一面墙，它要是裂了，半个中国会被淹没。这不是电影，是中国政府自己算过的。三峡大坝背后顶着393亿立方米的水。什么概念？把整个北京城灌满能灌56次，而这面墙重到把地球的自转都拖慢了。NASA 说每天慢0.06微秒。更离谱的是，它自己的重量正在挤压地壳，制造地震。你建了一个东西来保护你，结果它大到开始改变地球本身。但最让工程师睡不着觉的，不是地震，是大坝底下每年几百万吨的淤泥正在一点一点把它架空。假如三峡大坝骤然溃决，一场不敢想象的连锁浩劫。一道数十米高的水墙正以高铁般的速度奔涌，这不是灾难电影的特效，而是三峡大坝溃决瞬间的模拟推演。393亿立方米的江水会像挣脱枷锁的巨兽，以每小时70公里的时速扑向下游。宜昌、荆州、武汉等沿江城市群将在几小时内沦为泽国，钢筋水泥的丛林在洪流中如同纸糊的模型般崩塌。更可怕的是，这场灾难的连锁反应，葛洲坝等下游水利枢纽会接连失守，万吨巨轮像玩具般被抛向岸边，华东、华中电网将因这个巨型电源消失陷入瘫痪，银行、医院、交通系统的运转血脉骤然中断，长江口涌来的巨量泥沙与污染物会让这片海域的渔业资源在数年里销声匿迹。当洪水退去，覆盖着有毒淤泥的土地将成为疫病温床，重建之路可能长达10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此时此刻，一场足以牵动整个中国命脉的危机正在长江流域最核心的地带悄然引爆。今年最强台风白海豚在内陆罕见地来了个大拐弯，携带着太平洋的滔天水汽，一头扎进了中国内陆。暴雨的核心区域正好落在长江中上游和三峡库区周边。8月10号，紧邻三峡大坝下方的湖北省宜昌市突然宣布教育系统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全市停课，工程停工，老百姓都在问，难道是上游的三峡大坝真的要憋不住了吗？我们来看11号当晚湖北第一线传出的情况。这次白海豚造成的破坏远超所有人预期，重灾区湖北襄阳、十堰、随州今晚遭遇大暴雨灌顶，多条主干道水深及腰，整个交通系统彻底瘫痪。在鄂西北的老河谷、古城，24小时局地降雨量直接飙破了300毫米，全省80个县市刮起了7到11级暴风。官方连夜在山区强行转移了数千名百姓。台风白海豚中心逼近武汉，湖北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8月11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湖北，最大风力8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今晨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操，哥们儿，这招太狠了！我还在睡觉。天已经开始烧起来了，白海豚，你这太狠了！
干啥？哎呦我的妈！你给哪儿啊？我鞋不能沾水呀！你给我送个雨鞋来。最令人忧心的是，这不是一场干地暴雨。湖北省防汛部门自己都坦言，前段时间的连场暴雨已经让当地的土壤完全吸满了水。这一次白海豚再补一刀，山洪和地质灾害已经到了全面爆发的临界点。这场灾难最核心、最敏感的焦点就在三峡大坝和它身边的秭归县。就在几天前，8月4号到8号，受到第12号台风红霞的残余水汽影响，长江上游四川、陕西暴雨，三峡水库才刚迎来了2026年首场每秒38000立方公尺的特大洪峰。当时为了保住大坝结构安全，管理方被迫开启了极其罕见的13个泄洪孔，进行超大规模排洪。今年的宜昌旅游真的会把旅游人或者是游客给震崩了。为什么啊？今天8月10号又临时接到通知，明天起11号、12号，宜昌市所有的景区全部闭园，强制撤离啊，全部闭园。我才刚刚把游客送到三峡大瀑布去，现在在返回的路上，队长在那边等游客玩出来。本来今天晚上是准备住到景区里面，第二天去玩三峡大坝的，结果三峡大坝明天没有了。然后像一家人，特别是小朋友，特别想坐这个过船闸，想体验这个水涨船高或者是升船机的，结果也没有了，做不成了。11号、12号全部闭园，所以准备11号、12号到宜昌来玩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别来了，免得跑空了，好不好？因为所有的景区都全部闭园。三峡库守秭归县和下游的宜昌市，几天前才刚被水淹得惨不忍睹，老百姓家里的大水刚退，地上的泥还没清理干净。结果现在白海豚携带的几千亿吨水汽又在三峡库区上空回旋滞留，长江中游干流、汉江水位再度暴涨，这意味着三峡大坝正面临最致命的2次灌顶的生死考验。一旦上游挺不住，或者下游长江干流水位溢满，整个大坝的防洪神话将彻底破灭。宜昌之所以在10号深夜突然高调喊出战时状态，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大坝一旦为了自保再度开闸，首当其冲被灌顶的就是他们。
长江作为中国的重要龙脉，其流势不可阻挡。三峡大坝的建设如同拦腰截断龙脉，可能导致地气不畅，特别是长江以南的地区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黄金地带，因此保护长江龙脉显得尤为重要。而传说中的龙脉通则国运长，龙脉赤则国运衰的观念，让不少人对此项目持反对的态度。三峡大坝施工期间怪事频发，传闻工人在动工的时候曾看见大坝里有条龙，民俗专家勘察后连忙阻止，并声称如果在这里继续动工，必定会引来灾祸。然而更诡异的是，在这项工程结束后不久，有30多名工人离奇暴毙，有人说是因为斩断了龙脉，但有人说是神明降下了惩罚。面对如此紧张的灾情，我们稍微休息片刻，来听一听来自美国的李欣的一个健康反馈。李欣表示，他的父母以前看东西时眼睛总是有些模糊，持续食用普瑞堂植物鱼油1年多后，他感觉父母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因此会继续购买给父母食用。普瑞堂的植物鱼油是一种高纯度无污染的保健品，所使用的马齿苋和紫苏来自于韩国美丽的黄梅山，严禁使用化肥和农药，确保普瑞堂植物鱼油100%天然和有机，可以提供超过一般深海鱼油的营养价值。因此，不论您的年龄段如何，普瑞堂的植物鱼油适合全家人食用。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玄宝黑参口服液、植物鱼油、美元皂等产品。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多买多送。单笔满$3000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好了，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三峡。昔日宣传中功在千秋的三峡大坝，如今每逢汛期却成了悬在湖北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几亿老百姓头上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白海豚的暴雨还在疯狂的下，宜昌的战时状态还在持续。今夜三峡库区的百姓恐怕又是一个彻夜难眠的生死苦难之夜。如果长江流域接下来真的出现连续暴雨，你认为三峡库区最大的风险会在哪里呢？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请点赞、订阅并分享这个影片，让更多的人关注三峡此时此刻的真相。我们下期再见。